年轻小伙迷恋上了这位年轻的辣妈，女方呢有一个11岁的孩子，孩子是别人的，一次性付清50万，再加每个月2000的抚养费，我是愿意的。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事情。视频当中穿绿衣服的这个是调解员，年轻小伙叫小潘，女方叫小林，现场呢还有小潘的大伯，总共是4个人。你是结过婚的是吧？没结过婚，没结过婚，但有个孩子。对，有个孩子，多大了？11岁。有11岁了。你今年多大了？我92年的。92年的。调解员以为是孩子的问题呢，于是问小潘是不是介意孩子的事情。小潘回答，孩子不是问题。那么双方的矛盾到底是哪里呢？他们家现在想要16万8，是不是？16万8相当于小孩的，大老爸的意思是小孩抚养费。前任的孩子要现任的男友出抚养费，调解员当时也有一点懵啊。小林也知道说抚养费有点过分了，马上呢纠正说是彩礼。什么意思？彩礼。那么到底是彩礼还是抚养费呢？调解员最后还是跟小林确认了一下，是不是按照你男朋友说的，就是说什么彩礼都不要，什么嫁妆都不要，但就要出孩子的抚养费。对，原话是不是这个原话？对。即便是这样，小潘竟然同意了给抚养费，但是小潘的父亲只愿意出一半，给8万8。他爸接着说16万8，结果让他爸只出8万8，让我和小潘去贷款或借，给他写借条，然后我听着你说舒服不？如果我不嫁，我的生活同样一成不变。然后我跟他结婚，我还跟他一起背债，你觉得我还结这个婚有必要吗？小林说的是理直气壮啊，好像是很有道理的样子。小潘呢又说了，你是孩子的母亲，你难道一点都不承担吗？然后他们那个就是我女朋友，那你作为孩子他母亲是吧？你能承担多少？然后他的意思嘛，就是说他一点都不想承担。你想我是远嫁，我既不给家里也陪伴不了，然后经济上面什么也不需要我承担。你难道男方不应该出这个彩礼吗？或者不管是什么说辞都应该出吧，是吧？有道理。调解员呢，这时问小潘啊，既然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那么你们有没有去过女方家呢？跟小林的父母有没有谈过呢？小林说过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因为父亲当时身体不好，在医院里啊，所以呢，父亲委托大伯作为男方的家长和小潘一起坐了20多个小时的车，凌晨3点到达了四川女方的老家。但是呢，小林的家里人啊是开开心心的过年，把2个人晾在了一边。后来小潘终于是见到了小林的父亲了啊，但是作为男方的长辈大伯呢，被晾在了一边，搞得是大伯很生气。他们觉得代理人没资格见。这时候呢，小林就说了啊，不让你大伯去是有原因的呀啊，原来呢是出在了孩子的问题上。大伯认为呢，孩子到底是怎么来的，孩子的事情要讲清楚，不然这样不明不白的，既然2个人要结婚了，要我们给出这个抚养费啊，至少你得把事情，把这个孩子怎么来的给我们解释清楚吧。就在这时呢，小潘说出了一件事啊，他说小林啊给他发了一条聊天截图。林奶奶有这么一张截图发给我，但我那张截图找不到了。他家里面的意思是50万，一次性付清50万，再加每个月2000的抚养费。是我姐夫说的，好像没有每个月只是说了50万，是有这个事。你发给他了？对，我截图发给他了，这是我没动脑子，我直接就截图发给他了。这傻小子说啊，你没骗我的话，50万我也愿意啊。林奶奶她如果愿意跟我在一起的，是吧？没有来骗我的，是不是？我是愿意的。你为什么用骗这个字？骗，因为林娘娘她说在一起的时候我问过她，是吧？这个小孩是怎么来的？她跟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小孩是那个男的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是不是？你就所以说就怕他骗你，不是这么个情况。不是因为，其实你心里面是怀疑的，是吧？那我说实话，我心里面到目前为止啊，60%是相信他的话的，40%是怀疑的。怀疑就是怀疑这个小孩，对，对吧？对啊，因为在我眼里啊，没有一个人会能傻到这种地步，是吧？既然是那个男的通过不正当手段，是吧？整整小孩9个月，是吧？肚子里怀胎9月，你怎么还会把他生下来？小潘的这段话呢，戳中了小林的痛点，小林立刻反击：我干嘛不生下来？反正迟早都要生孩子，我生个孩子不好吗？估计他自己说的话，他连他自己他都不信。
为了找个理由让自己接受，小林接着说：“我有我的想法，那时候太年轻了，反正我以前怎么说啊，也没想过结婚，我就想着有个孩子就行了，就这样过一辈子也挺好的。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我爸妈离婚了，然后我一个人住也挺孤单的，我就想着有一个孩子陪着我就行了。问题是呢，现在你要把孩子丢给外公外婆养，也没有让孩子陪你啊，反正嘴长在自己的身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就在这个时呢，小潘的父亲来了。父亲呢，首先向调解员解释自己当时委托大伯去女方家，是因为自己当时生病了，在医院里做手术呢。然后呢，父亲直言自己并不喜欢小林。父亲认为呢，小林作为母亲应该承担起责任，陪伴孩子成长，而不是直接把孩子扔给外公外婆。我儿子一定喜欢他，但是我不喜欢他的，一定是归属人的。我是你谁呢？是要小孩子。就是哪里有亲生的儿子不一样，跑到这里来，小孩子放在哪里？如果小孩子能够放到那边，女儿子在这边，这是我也没有的，没有我的女儿子，我说我不要听的。小潘一听父亲说女友的坏话，马上变身为护花使者。你不喜欢那是你的事，他不喜欢你也是他的事，我跟他没冲突的。听到小潘维护自己，小林还有一点点的小得意，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我看着他什么事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接下来，小林解释了为什么要把孩子给外公外婆带的原因。好，你说我把他带过来，我自己自身能力就这么差的，你说我把他带过来，我把孩子跟着我会好吗？我不做饭不洗衣不那个，如果我把他带过来，我是不是这些东西都得做了？你说我觉得这个分还有意义吗？是不是我比之前还累了？好家伙，自己不做饭不洗衣服，没有自理能力啊！他自己倒是很有自知之明啊。既然知道自己这样不好，那么你还为什么要把孩子生在一个单亲家庭呢？那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结婚的目的肯定是更好的生活，更幸福啊！我不可能把我自己怎么说啊，变得更差呀。一开始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说了，我不做家务的，我饿了我只点外卖的，什么情况我什么。这些情况我先跟他都打了预防针，人家说了的，他自己选择的。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人不做表面功夫的。这一对呢，真的是卧龙凤雏啊，天生一对。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看傻儿子都这样了，父亲这时说道16万8可以啊，但是呢，按照我们绍兴当地的习俗，女方需要给回礼的。那好，我也承认要今天绍兴的风俗是这样的，那你我们要为例的。回过来你们绍兴的，我们那边是直接是收彩礼收的是女孩子的。如果你想找你们绍兴的，你看按你们绍兴风俗来，就不要找我这四川的。摊上这个傻儿子，父亲也没有办法。最后呢，父亲咬牙同意给这16万8，定下来了，回礼也没有的，好就行了。好，这样行吗？你就回答行还不行？可以的，同意的。最大的问题解决了。这时呢，又出现问题了。大伯问了，把钱打过去，那么女方什么时候将户口本给邮寄过来呢？万一女方收了钱之后又不给户口本，我们不是人财两空吗？这个户口没寄过来的。对，这个我也想。那我退一步想呀，如果不寄过来，对，这个东西你怎么办？既然你们不相信我，不是不相信，我们啊。调解员给了一个方案先把户口本寄过来，然后呢将16万8给打过去。小林呢再和小潘拿着户口本去登记结婚，这样总可以了吧？关键是我爸他不给我了，现在你要是给了钱给他，他再给我呀，户口本。那他这样意思就是爸爸必须要是寄的，16万8去寄，那当然要户口本寄。那么如果这里他不寄呢？那我也反问句了，如果不寄呢？不寄了呀。如果不寄，他就会把钱退出来。那如果不退呢？不会不退的，我了解我爸，我了解我家里。这时呢，调解员又给出了另外一个方案要不然小潘和小林2个人一起回四川，到小林的家里。你们2人过去，其他人都不要去，你们2人过去，你们户口本都准备好了以后，交到你手上，这钱交给他也可以啊。那么就熟一点呗。这时呢，在一边的摄影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摄影师说：“你们这是嫁女儿呀，还是卖女儿呀？”你是嫁女儿，不是卖女儿。对呀，对，不是说要钱到手的货到交易啊。就当所有人为了小潘的婚事着急的时候真的是脸红脖子粗的这时这个傻小子憋了半天来了这么一句：“那我们再跑一趟不是浪费钱买了研究是不是？那你没办法呀，否则你如果你要这个户口本啊，你要结婚，是不是你要结婚呀？”调解员这时真的是无语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这时呢，小林说了一句话现在说得好，小潘的爸爸也不一定给钱的，他爸也不一定会把钱给他呀，给小潘。然后呢，潘爸就明确回复16万8我给呀。
钱不够的话，我借钱也给，但是呢，我年纪大了，我希望呢借的钱你们也承担一些。一个家里钞票，这就你要共同来的。我希望我儿子帮我一下，如果不帮我也没办法的。帮呀，帮，每个月我付2000块钱。那夫妻共同财产了，你把夫妻共同财产你要拿出去给你爸吗？那我是不是也给我爸2000块钱每个月？这时连调解员都听不下去了。小潘，这个婚姻不要，对不对？不要。调解员刚说完，一直没有出声的大伯突然爆发了，保证了，对不起。这一巴掌打的小潘是神清气爽啊！大伯心里啊，我再不打你，你们以后在一起那还得了？潘爸又说了啊，要么给彩礼，结婚之后呢你们一起还债；要么不给彩礼，结婚之后每个月我还给你们5000元补贴家用，就可以吧？啊！眼看着调解陷入了僵局，调解员将2个年轻人请入了房间，让他们单独沟通。你觉得我这16万8该不该要判出去？你就算想要跟我在一起，1分钱都不要，你也如果真的要跟我在一起，是吧？你也会跟我在一起。你要跟我结婚就结，你要过来就过来。你这种不是来谈的。不是他告诉你，你选择呀。啊，我肯定说不同意啊，我跟你很明确说不同意啊，是不是？那空手太拔了，是吧？你自己选择嘛。我们换种方法，对不对？16万8，你们2个人承担多少啊？翻清了以后好了。你朋友能够一半接受的，接受不了就算一半啊，8万8是你爸爸来付啊，这个8万8你们2个人到时候共同来偿还，对，是向爸爸借的啊，这样行不行？他借不是我借的，个人债务个人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由男方承担。个人债务个人承担，夫妻债务丈夫承担啊，反正都是男方承担，和女方没关系啊。但是不要忘记了啊，这个债务可是给你儿子的抚养费啊。最后呢，小潘终于看清了，女友是一直态度明确，不愿意和他经历风雨。小潘决定放手了。最开心的是小潘的爸爸，恋爱脑的儿子终于清醒了。潘爸是笑得合不拢腿啊，不合不拢嘴。不得不说呢，这次调解员调解的还是不错的。当然呢，小潘最应该感谢的是他的大伯。